云逸，你对我可曾有过半分真心？我对你何止半分真心？你说什么？我对你何止半分真心？我对你何止半分真心？我对你何止半分真心？当初我们过鹊桥界的时候，你可用了法术？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你说的可是真心话？我心里就是有你，我心里就是有你，齐博才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在意你。浩瀚中穿梭，不忍季贤君都敢用手触碰蚁妖麒麟，看着不像是养妖兽啊！司徒岭这小子敢耍我，这枚蚁妖麒麟什么都验不出来。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不足挂齿，但足以关联。
殿下，韩风君怎么也有妖纹？他怎么有妖纹？对呀，怎么会啊？他东西都没有妖精，他有妖兽了。我把之前这引妖棘里注入在我身体里的妖气又放了回去，相信韩风君对这个办法不陌生吧？只不过先前韩风君注入的妖气重了些，所以我一时半刻才没有恢复原来的模样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我家夫君根本就没有豢养妖兽，有问题的始终是这枚引妖棘离。孟阳秋被韩风君诓骗，实则是韩风君在这引妖棘离上动了手脚，想要通过孟阳秋栽赃于我。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！若大家不信，不如我和韩风君一起去司判堂查个明白。对呀，这司汉强是这个身体上的事，检查一下唐心灵组织。怎么，韩风君不敢吗？那就请韩风君和季贤君随我回一趟司判堂，我一定会查清真相，验出到底是谁身上有妖气。司判堂秉公执法，韩风君是想违抗，众仙君可看着呢。是我不小心害了季贤君，请司判明察，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。殿下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是你想害季伯载？自季伯载被封仙君后，极心院乱世频发，故我想用引妖棘离验一验。可那枚引妖棘离是最先虚名的遗物，恐怕那时就已被虚名动了手脚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疏忽，与韩风君无关，请司判责罚我。你不知道被虚名动了手脚，却知道不能用手触碰，哼！一切都是在下的过错，请司判明察。哼，韩风君啊，我看你应该去养狗啊，否则真是大材小用了。岂敢！实乃我的失责，竟养了这些置我于不义的狗东西。是我管教无方，害得季老弟你又伤身又伤神的。既然此人已经认罪，还是劳烦司判一定要秉公严查。当然。哎，还有孟阳秋啊！当时可是他给季老弟下的引妖棘离呀。带他下去。此件事既然已经水落石出了，那我们就不打扰。哎呀，果然季贤君是无辜的，抱歉，季贤君，之前是我等误会了。是我等误会了季贤君。还请韩风君一定要找到豢养妖兽的人，将他碎尸万段。一定。到那日，本君一定请你二位前来观礼。好啊，宣婆婆在，送客。走吧。这帮人终于走了。你刚刚是怎么突然想到把带有妖气的引妖棘离反种到穆启柏身上？司徒岭的计划，无非是用处理过的引妖棘离解眼下之困，但对于想栽赃陷害我的人而言，他们始终有新的招数，所以
不如把这水搅浑，他们也就拿我没办法了。七波仔，七波仔，七波仔，你在哪儿啊？张台，张台，你在吗？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回答我！明义，你能活着就好。走，师傅，我带你去疗伤。告诉我，黄粱梦藏在了哪里？七婆仔，七婆仔，七婆仔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臭王八蛋，又来这招！波仔，告诉师傅，你把黄粱梦藏在何处？啊？你知不知道，师傅是因为你才变成现在这样？可是师傅，我答应过你，黄粱梦不能现世。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是因为救你才死的。快把黄粱梦交出来！我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对不起，师傅，对不起。你不是师傅，你不该变成他的样子。
不让我变成他的样子，变成老样子呢？哈哈哈哈！告诉我，黄粱梦在哪儿？出来，否则我灭了你每一个分身，让你和我一起困在这里。出来你也杀不了我，只要找不到我的真身，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。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何为真，何为幻，也或许全都是假的，从来都没有真过。季伯仔，你就别挣扎了，你出不去的。交出黄粱梦！季伯仔，你就别挣扎了，你出不去的。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七伯仔，你怎么样了？交出黄粱梦！交出黄粱梦！交出黄粱梦！七伯仔。不好，这样下去他会入魔障。结果他喝多了，一直对我说：“不论你真心与否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”不论你真心与否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居然让你们找到了我最珍贵的记忆。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，那你们就亲自感受一下我所
告诉我，到底怎么了？你为了我，割血做妖引。我是自愿的，将军。只要对将军有用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再为了救我伤害你自己。你就算为了我，你也喝一口，将军，喝一口。忍不住了，不是的，快走，走！将军。会伤害你的。季仙君，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，有什么？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
有什么？七仙君，吃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呢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七仙君。大人，请。季伯载这小子，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，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英勇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会被区区名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载？不，仙君，季伯载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，不吃这招。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仙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仙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载，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，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，怪就怪明线打快了点。你，可惜啊，又差了一点。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季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哎，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仙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仙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仙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师父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徒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父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七瓣全部凋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
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宰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院找季伯宰，处理完追兵，师傅会来找你们的。他不吃外食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伯宰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寒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！从前做醉酒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。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伯宰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以表心意。你那乌龟海啊，煞是冷清，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。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寒风君对我的无归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寒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将军送的礼，季仙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舍了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我就说，还有漏网之鱼。为什么不出招？他们都不见了，这吉星渊输给吉星渊吧？肯定赢了呀！公主，我们这次能打败明宪吗？这个空间限制了我的灵力，连战甲都无法维持。此人不简单。吉星渊的斗者竟有此等灵力，你到底什么人？都被困在我的灵犀井里了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就算在你的灵犀井中，灵力减弱也照样赢得过你。是吗？
果然是战神啊，竟然以血幻化兵器。我只会赢，我只会这一件事。谁都会输，凭什么不能是你？输了，太失望了！哎，此次两境会，吉星渊胜，是为上境；瑶光山为下境，福泽降临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输了还有脸出来？就是，都怪他没有脸。你说到手的福泽就这么没了？没有福泽，阳光山就会灵光暗淡，大地干涸呀！没有福泽，连灵石都画不出来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啊，你不配当我们的战神。哼，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三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更好？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。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无归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县君的，幽景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！季县君带回去正好，正好办这事儿。对呀，且慢，诸位，我无归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三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？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，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、鲍鱼、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吉星渊死水，
什么都养不活，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季贤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脸要机会？哎，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季贤君，难道是季贤君看不上他的？那2位仙子这么了解季贤君，肯定选他们啊！哎，韩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2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了。不好对付啊，不过这算是成了。主上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一进门就给我戴上丝带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我喜欢。启禀韩风君，季伯宰把那仙子抱进房间了。大人，这外边天都快亮了吧，还不给我摘下来？大人，今晚你大费周折，演了出欲擒故纵，就睡了跟我回乌龟海吧。你如愿了。大人看出来了。辛苦了。戏一出接一出，送走一双，又来一个。难为你和孙辽暧昧默契的演了一场。大人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听孙辽质疑我的真心吧？这倒也是。你能帮我把这解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，像在审问我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莫非大人就喜欢这样绑着的问法？平时表面看不出来啊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我想跟你回乌龟海，不是很寻常的事儿吗？沉冤醉囚，一战飞升，你是极心渊的神话，是花月夜姐妹最崇拜的人啊！我一心向着大人，大人却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，
这真是太伤人了，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叫明义，大人心里有明月的明，大人是我意中人的意。你来花月夜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还是要生我呢，说多错多，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。我家以前是采药为生的，父母双亡之后，就来了花月夜。那你大人问我这么多，可是怀疑我，我看就是不喜欢我吧？那不喜欢我，为何带我回乌龟海岸？我是瑶光山太子明宪，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连胜7年，却像从未赢过。明宪，明宪，你怎么了？而且，我灵脉断了。怎么会？看着像中毒，好生厉害的毒。是他，卑鄙小人！母后，我命你走，即刻离开瑶光山。母后，您这是要驱逐我吗？你的灵脉一断，再要留在瑶光山，是想死在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手里吗？母后，我一定能修复灵脉。瑶光山失去的，下届青云大会，我千倍万倍讨回来。我对你一定还有用，你千万别赶我走。明宪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是要你好好活着。可笑我这半生汲汲营营，如履薄冰，教你从一出生就用这无相秘法扮作了这个太子。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小仙子的，这道至强至密的障眼法，让你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都只是一个男子的面貌。可是现如今，你的灵脉一断，一切都成了空。明宪，留在瑶光山，并不是一条生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撤去无相秘法，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谁都不可能认出你来。好好活下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母后放心，我定能修复灵脉，重返青云。没事吧？
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。不是吧？这么厚积？行吧。二七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还没好？外面着火了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主上，后山的小楼着火了，还请您过去查看。这可得去看看。哎。 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跟着去呢？乌龟海你一处也不认识，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不会出事。这道结界，除了我跟荀婆婆，谁都进不来，而你也出不去。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等我回来。嗯。你小子。 你现在灵脉已断，只能跟普通人一样，拥有少量法力，使用简单的法术，以后就别逞强了。知道了。但是吧，蛇师傅不是说不让你用灵脉吗？万一离恨花断了怎么办？只用这点灵力，不至于催动灵脉。这个结界复杂，只能我来破。我不就让你搞点动静，阻止他留宿而已吗？下手那么重干嘛？我也纳闷呢，我就按照你说的，在远处那个小楼，略施法术就燃了一簇小火苗，不知怎的这火就变大了。我还在想，不应该啊。算了，趁他不在家，赶紧动手。东西呢？这明义以来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主上放心，老身一定彻查起火因由。不必，天火而已，不必惊动外人。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，还得再应付一会儿。这衣服怎么就这么几层？不修点个火，怎么还没好？火我慢慢灭。
在吉星渊这2个月，我们已经调查到，季伯载的灵脉就是用离恨天催生出来的。使用了离恨天，若没有黄粱梦解毒，就必死无疑。既然那小子还活着，那他就一定有黄粱梦。不在这儿。也不在这儿，能在哪呢？离恨天和黄粱梦是双生的毒药解药，以你的毒血为引做出来的法器，按理来讲不应该找不到啊。去那边瞧瞧。主上，小心台阶。他们要回来了，你赶紧找个地方。你居然自己跑了！我们出去这么久，也不知道那小仙子有没有乖乖等着。禁足结界破了。主上，他不在房内。吸进去了。这是哪儿啊？不对劲啊！怎么会把他们吸进去呢？这不可能啊！哎呀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赶紧想想办法救他们！你阿娘的东西，你打不开。 谁在那儿？这里太诡异了，不可久留。这是……天辉。 我和颜回刚才好像是被一个法器吸进来的，这里应该是法器里的空间。这是何物？这样就可以出去了吗？
些人好像在对我施法。他是谁？为什么这个女子看起来这么悲伤？我心中为何会如此愤怒与悲凉？我知道了，他使用的术法是陈青山的术法，他在封印我。可他为何要封印我？人呢？应该快出来了吧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行，我怎么不行？怎么消失了？燕怀，燕怀，你不要过来！燕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特别想逃你的护心里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你想要护心灵，我可以给你。你滚开！我不要！你别动，这里危险，我们先想办法离开此处。你才别动！我说了，我现在想逃护心里，但我又不想逃护心里。我知道我说的很乱，但我就是不想再和你扯上任何关系。我现在是真的看见你就难受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害怕。你没有死过，你根本就不懂我看见你有多害怕。护心灵的事，是我不对。人呢？能放出来吗？燕怀，怎么是你？燕回呢？你还敢跟我提燕回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都捅过人家心口，为何还要装作一副关心他的样子？还释放了这个结界，连我也想一起弄死。我未曾想过害他，这结界与我无关，我也被困住了。你说这话就奇怪了。你那通红的剑，冒着灼热的火焰，剑刃比我胳膊还要长，你就这么往别人心里搜？你不是想害他，难道你是在救他吗？你不该让黑旗之主救他，这是在饮鸩止渴。没有你那刀，何必要饮鸩？还是你觉得我就应该把他留在地上，看着他去死？要我说，你要是真的想补偿他的话，就把你那护心灵还给他。护心灵我会给他，但你已经让黑旗之主救了他，为何还要我的护心灵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瞒你了。他靠着黑旗之主的力量而活，黑旗之主有令，若他不带回护心灵，便不会留他的命。
所以若我是你，今晚就自觉一点，别再让我操心了。他此前一路皆是正常，唯独今晚突然黑气四溢，想要掏灵。哼，是你对他动了手脚。是又怎样？我给他护心灵是为了救他，不是为了满足黑气之主。舍不得了。如今他黑气入体，黑气之主让他来掏灵，你确定拿回了护心灵，黑气之主就能放过他吗？你与他演过北郭先生的故事，你可知还有一个故事，叫与虎谋皮。若想要救燕回，必须先去除黑气，再放入护心灵，方可让他同时拥有生命和自由。我来。又开始了。燕回，你别过来！我现在杀心重得很。好像没那么烦躁了。那就好。燕回，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要向你坦诚。今晚黑气的爆发是我引的，但我们被困此处，定是因为那妖龙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想让你去掏他的护心灵。你大可不必如此。你不是说我们只要来青丘，找到了那个什么幽冥赋，就可以摆脱黑气之主的控制吗？那是我骗你的。那个时候在龙谷，我重新归来，我不能直接告诉你我跟黑气之主的关系，只能骗你来博取你的信任。后来在迷雾森林外，我又不想和你分开，所以，即使我们找到了幽冥赋，也摆脱不了黑气，也不可能摆脱黑气之主。那也不是。我之所以来到青丘想要夺此秘宝，是因为黑气之主极其看重此秘宝。我原本的打算是拿到幽冥赋之后，拿着幽冥赋去威胁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否则，我愿意与这个秘宝同归于尽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除了拿命一搏，我不知道其他救你的方式了。经此一遭，我算是明白了，没有什么值得你拿命去换的，我也不值。不，你值得。不，我不值得，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。今日听你说黑气之主想要护心灵，我曾经也想过这个办法，把护心灵给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但是后来想想，我们还是别这么轻信他吧。这些事情等出去以后再说吧。方才被黑气控制，还没来得及好好观察这个地方呢。波动表盘可以到特定的地方，除此之外，空间还会自行变换。你说的表盘是这个？就是它。你写什么？我丑。我牛。这表盘怎么还骂一个夸一个？以我的分析，我做错什么了？这表盘的意思是……哎，燕回，娘娘的东西到底怎么玩啊？燕回，燕回。
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你就想用这结界拆散我与他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是我。除了你还能有谁？燕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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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干嘛？你别过来，离我远一点。哎，你别给我弄坏了。燕怀，燕怀，刚才空间变化杂乱无章，现在又戛然而止。难道外面有人在操控这法器？5变成了3。我们这么做好像没什么用啊。燕怀，又是你，你不要过来！你体内的黑气被压制住了。你今日之所以黑气暴涨，是因为白小生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无非就是想提醒我离白小生远一点。前因后果我都知道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。抱歉，把你牵连进来。你的护心里，我是真的不想要。今天的事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知道你的苦衷，也理解你的做法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一看见你，我就害怕。你之所以借黑气而生，都是我的过错。我只想帮你解决你身体的问题，然后我会离开。你若是害怕我，我可以不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不会给你造成负担。当真？一如来青丘的这一路，那你离字据。这方向我看不清。我乃玲珑天妖，原本命途孑然，幸于燕回，屡次救于危命。我感念于心，无以为报。今只有幽冥赋，愿倾力相争，并拱手相赠。你放心，帮你找回身体这事儿，我记在心上了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这一次是没有任何外力干涉，真心实意的、单纯的、真诚的，心悦于你。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而今缘尽东西，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，立此为据，日月同明。一杯离人泪，几人尝过？年年日思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
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很好。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黄昏醉了相思，浮浮过一声叹息。还有此物。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多谢。实在没想到他俩居然认识。你是在感叹什么吗？我就觉得吧，那条龙竟然有朋友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感觉今天特别安静啊？那个叽叽喳喳的小环妖呢？什么鬼啊？你才是鬼，短腿鬼，叽叽喳喳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今天入青丘王宫，我堂堂一幻妖女王，难道要对你们青丘监国王爷行礼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在我腰带里啊？那还不是因为龙主的不敢藏，藏你的才能确定没人能搜身吗？你倒是算得清。既然到了这青丘王宫，我便要开始寻找瞳术师了。怎么了？在我们青丘王宫，不能提这种修邪门术法的人。怎么就不能提？我就提。瞳术就是靠黑气才能练成的。我阿娘一直都在寻找去除黑气的办法。你们一来青丘，就找瞳术师？你找瞳术师干什么？报仇。亏你还是个青丘世子，连提一句瞳术师都怕。你阿娘毕生为驱除黑气而战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怕，我不怕，我自己找去。哼！哎，你等等，我那个罗盘可能会有用啊。既然他俩都走了，我们也不需要打发他们。走，带你去找青丘秘宝。青丘秘宝不是失踪了吗？那你觉得他为什么失踪了呢？没想到120年，我们还能再相遇。长兰这些年过得如何？鱼命一条，苟活而已。但我倒是听说，你在广寒门封印了素影，对吗？恭喜你，大仇得报。没什么好恭喜的，这也并不算是一件好事。现在这些过往，也总算了结了。然而我又做了一件错事。错事？我为了复仇，让他人承担了恶果。他人？便是方才竹离与你说的那位玄门的姑娘。所以你这次来青丘，就是为了这个姑娘？那你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帮得上忙？她的身体有些异样，我这次来青丘就是想将她治好。若是疗伤的话，我青丘有一个仆房医师，他应该可以帮得上忙的。不必了，她的病有些特殊。那天耀，不如你就先留在青丘吧。虽然我如今没有什么用处，但我还是可以陪你聊聊天，给你出出主意，或者可以帮你得到燕姑娘的原谅。我只愿她身体无恙，其余并无奢求。过了那么多年，你还是没有改变。对了，你们这有本奇书，叫做《幽冥赋》，里面记载的方法，也许能帮我治疗他。你可知道此书的下落？此物一直被保管在一个屏风里面，待有缘人去治。只可惜，这屏风在10几年前就已经不见了，到今天也没能查出个结果。
到了。你竟然将青丘秘宝藏在这树洞里啊！嗯，离青丘王宫这么近。嗯，哇，你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作奸犯科，你真是艺高人胆大。但你别担心，这个树洞连接到的是我的隐穴，不会有人破得了的。走吧。好黑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你也不带个蜡烛？明慧，别怕，牵着我的手，我带你走。哦，你既然可以点灯，刚才为什么不点？哎呀，头发！我都忘了我可以点亮这里的灯。哎，这就是你说的那扇屏风啊！轻舟泛月风凛然，疑是山隐雪后来。这屏风也是雪岭之物。嗯，而我们要找的幽冥赋就在里头。哦，这屏风有何玄机啊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3道屏风意味着3道障术，需要一对玄妖有情人来一一破解。只可惜，之前我带来的有情人连第1道屏障都没有破解，导致我也无缘知道后面2道到底是要做什么。这第1道障术是什么呀？其实说来也没有那么复杂，就是回答问题而已。回答问题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可是我亲手制作的攻略。之前所有有情人被问过的问题，都在这个上面。男方幼时乳名叫什么？女方最爱喝的茶是什么？男方脚底的痣有几个？是什么颜色？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啊？这么多，你到底让多少有情人尝试过啊？太多了，多到记不清了。反正这10几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。那你都试了这么多次，里面要问什么问题，你都提前猜到了吧？我知道有什么用啊？2个人都得答对才行。哦。哎，你说我现在去哪儿找一对现成的有情人呢？好像就剩我们俩了。白晓生，你看啊，你是妖族人，我是玄门人。虽然我俩不是真正的有情人，但我觉得这第1道障术不是非得有情人才能解。此话怎讲？你看，你都积累这么多经验了，如果我们提前把这些题背好，先对好答案，说不定也能解了呢。所以你是想要用作弊的方式来骗过这道障术？然而你觉得这个方法有用？你之前试过了？你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我都试过。我曾经啊，带一男一女进去过，我让姐妹进去过，我让兄弟进去过，我甚至还扮女装跟一个男人进去过。牺牲这么大，可惜啊，都没用。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吧？听我的，我们就试试背题对答案。我们试试吧。屋外繁花爬上枝桠，听小鸟叽叽喳喳，大梦初醒了，管他真与假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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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再盯着我看了，赶紧拿书去看啊！凡事不要想太多，一路随风漂泊，纵情湖光山色，三千烦恼奈我何？呀，都说天机难测，来去匆匆过客，遇事不要管太多。再沾一碗。你这个罗盘真能帮我找到童术师？怎么不信呢？当然，这个法宝专门克制黑气，如果童术师在附近，这个罗盘一定会有反应。相信我，很好用的。可这个罗盘自从出了旷野之后，就再无动静了。现在连这个指针都动不了了。哎，我幻妖戒指有认主这么一说，只有真正的主人才能唤醒这戒指里面的力量。你这个罗盘，怕不是也是如此？他现在不认你这个主人？老子乃青丘唯一的世子，大国主嫡亲的儿子，他怎敢不认？对，那你就是不会用喽。胡说！要我说，就是我们青丘根本没有你要找的那种学邪门术法的人。哎，龙主。龙主，您来的正好。我听说龙是世间最为聪慧的存在，您看我这罗盘为何再难转动了？此物，我也看不太明白。啊？什么眼神？什么态度？无妨，你们可以见到燕回。这几天我都找不到他。哦，他和白小生回去了，在那个吊桥那边的小院里面。这几天不知道在忙什么，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让人说呢。龙主，我这罗盘……哎呀，你难道没看出来龙主他不高兴了吗？还不是你多嘴。燕回，今天这样差不多了吧？明天再战吧。不行，这才哪到哪啊？我还能背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倒是鲜少看到你这么刻苦。幽冥赋近在咫尺，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儿，哪能偷懒？你不要命了，你也抓紧背吧。好，背。原来他们早就知道幽冥赋的下落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考考你，帮你加深印象。怕你，来吧。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？包子。太简单了，你最喜欢吃的食物肯定是……包子。你说你背了这么久，怎么连这题都没有背到？下一题肯定答对。好，我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的梦想啊？我想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我正要这么说。麻烦请你背诵并抄写100遍，牢牢记住标准答案。包子，挥金如土，自由自在，背下来了。你说你这一晚上点着蜡烛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我都替蜡烛感到惋惜，白白燃烧了1个晚上。怎么就白白燃烧了呀？只是你问的，我刚好没有背到而已。那你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比如说，你最珍贵的东西是性命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总算答对了，没错。就说我有在背吧。
他原本只是要平平安安的生活，而我却一直让他步入险境，利用他，折磨他的情感，威胁他的性命，让他卷入各种争端。我从未对你行素影之事，可你却变成了第二个素影。他最珍贵的东西，却被我侵蚀了。你放过我吧，